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XXY，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11集。这一集呢，一开始我就呈现一个非常困惑的状态。曹操他的爸爸行经过某某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长官叫做陶谦。那陶谦呢就说啊，我为了要跟曹操打好关系啊，所以我派我的部将啊去保护他爸啊。结果呢，他的部将就把他的爸给杀了。那这个事件呢，就让曹操非常非常生气，生气到他还在他的那个朝廷当中啊大喊啊、大叫啊、大哭啊这样子。电视剧的情节呢，我就非常的困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故事？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要讲的是徐州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那徐州的这个长官呢，就是陶谦。那我就很好奇啊，陶谦跟徐州，还有对曹操而言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好好帮我们来解释解释喽。好的，那我们先来介绍徐州这个地方吧。徐州这个地名它其实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的篇章。简单讲就是尚书告诉你说，以前大禹他治理天下的时候，把天下分成9个州，其中有一个州就是徐州。相关描述是海带及淮为徐州。好，我这样讲，XXY应该会觉得说，听不懂什么意思，对不对？对，没错。海是指说徐州它靠近海洋，带是指今天的泰山，比如说它是靠近海洋，含有着泰山以及靠近淮水的这块地方叫做徐州。徐州听说它的地名还有一个由来，就是《晋书》的地理志记载，盖取舒缓之意，或云阴徐丘以立名。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地势平缓，所以叫做徐州。就这种徐徐而进的那种感觉。那徐州这个地方呢，前面有提到它靠近海洋。其实在古代靠近海洋，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呢？XXY要不要猜猜看？交通吗？交通是一个，但还有一个是人类生活必需品。会去抓鱼啊。OK， 就有食物对，没错，靠近海洋的地方，你有捕鱼的利益之外，有资源啊，还有一个利益就是盐巴。你生活当中你不吃用盐巴调味的菜，你活得下去吗？对不对？不管是乐趣而言，或是盐它本身就有它的营养价值存在。所以总之，徐州这一块地方，它是有所谓的鱼盐之力，就是你可以打鱼嘛，像你刚刚说的，也可以去晒盐嘛。那盐这种东西在古代就是一个非常暴利的一个产品。因为你靠近沿海地区，你当然会觉得说，那我就晒一晒就有了。内陆地区呢，所以你把盐运到其他地方是可以赚大钱的。所以徐州第一个它有这方面的优势。在第二个，刚刚有说嘛，盖取舒缓之意，所以徐州它是一个平原或是平坦地区蛮多的一个地方。那古代靠近平坦地区，你又有水源经过，最适合用来做什么事情呢？耕种。农田呐。对，平原容易开垦农田是。农田如果没有水源，你也种不活东西啊。也是。所以你看看徐州这块地方，哇，物资非常非常丰沛。你靠近海洋有鱼盐之力，你靠近内陆地区有平缓的平原，还有河流来提供你的农作物的开垦。所以徐州这个地方经济其实十分的发达。那要论徐州经济有多发达呢？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个重要城市，叫做彭城。彭城在春秋时期，它就是诸侯国宋国的首都。后来彭城还是另外一个人建立国家的首都，这个人很有名，西楚霸王项羽，他就定都在彭城。不过这边又要说回来，虽然我们前面讲了徐州这么多的好处，但徐州凡事有利必有弊，它的坏处就出现了。什么坏处呢？我刚刚讲徐州很多平缓的地方，如果在和平时期，它就是交通四通发达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在战乱时期呢，就没有天险了嘛。没错，你没有什么险恶的地形来作为一种防守的要地。当初项羽灭亡秦朝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说，项将军啊，告诉你你如果未来要主掌天下的话，你应该把地盘主要势力扎根在
以前秦国的关中地区，就是函谷关、什么长安啊、咸阳啊那一带。OK， 那项羽就说：“为什么呢？这边又不是我故乡，好，我为什么要驻扎在这边啊？我又不熟。”对，而且其实项羽非常非常讨厌秦国。当然啊，这个人还是有解释一下说，你看看嘛，当年秦国就凭着这个函谷关的天险，好几次打退所谓的关东6国联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国防上面非常非常的安全。好，你如果发生任何事情，进你就图谋天下，退你也可以拥有一块根据地，所以这个地方很棒，你千万要把握。结果项羽就表示说，哎，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就说我今天啊，名震天下啊，我掌握天下大权哈啊，我不回去故乡炫耀显摆一下，就好像一个人拥有漂亮的衣服，却只能在深夜路上走，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好，总之我没有想要继续待在这边，所以后来项羽就把他的都城定都在彭城这个地方。Okay. 那彭城这个地方后来就很容易被偷袭，比如说项羽后来为了要攻打北方的山东这一块，因为当时那个地方的诸侯不服从项羽的领导，所以项羽就去远征嘛，对不对？结果刘邦就联合各地诸侯突袭彭城，彭城就被拿下来了。你就看到彭城这个地方是有多么的不安稳，甚至后来我们讲到项羽有一些典故，什么十面埋伏嘛，对不对？兵困垓下嘛，对不对？四面楚歌嘛。项羽为什么会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就是因为项羽后来楚汉相争跟刘邦打成平手的时候，项羽决定说，好啊，我们谈判和平好不好？刘邦也说好好好，结果没想到项羽是真的谈判和平，率领军队准备回到彭城，刘邦却是趁这个机会突然进攻项羽，而且就是派遣部队突然就把彭城先给占领了，导致项羽就觉得说，糟糕，我的主要根据地丢失了，那我只好往其他地方撤退，最终才被刘邦团团包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彭城这个城市的确是一个人口开发的精华地带，但问题是它其实作为军事要地有非常非常多的缺陷。好，那讲完了徐州，徐州其实在汉朝时代仍然经历众多的开发，比方说在西汉的初年，这边来解释一下，汉朝有分2个汉，西汉跟东汉。曹大卫知道为什么一个叫西汉，一个叫东汉吗？首都的位置吗？没错，因为一开始汉朝建立是在靠近西边的长安，那后来汉朝曾经一度被人灭亡过，就是历史王莽嘛，对，历史课本提到王莽。后来的汉朝宗室有恢复了汉朝，只不过由于原本的首都长安已经太过于残破，于是就把新的首都迁到洛阳去。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方便告诉别人说，我现在讲的汉是哪一个时期的汉，于是就把前面的汉称为西汉，后面的汉称为东汉。那在汉朝建立的起初，刘邦他其实是有分封很多刘家的子弟去各地镇守，其中有一个封国就叫做楚国，而楚国的都城就是彭城。可见彭城这个地方或是徐州这个地方到汉朝仍然是精华所在。那时间咻几嘞，我们就来到了东汉时期。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在第11集当中会看到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陶谦了。熟悉三国演义的都会知道说，陶谦后来担任徐州这个地方的长官，就是徐州刺史嘛，对不对？不过人家也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空降到徐州当官嘛，所以我们要来介绍一下陶谦这个人的人生履历。陶谦字公祖，丹阳人。其实丹阳也在徐州，所以他算是徐州当地人出身。Okay. 那这个人根据史书的描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8+9，因为在吴书这一个史料当中有记载，年14，就是说陶谦他14岁的时候，由坠棉为帆，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就是这个家伙到14岁的时候，平常最喜欢做什么？就找人拿那个布插在那个木头上，当做旗子那边挥来挥去。他就骑那个竹马，你就想象看，有点像是骑那个扫把当做是马匹，大家就一起
起玩骑马打仗。每一次陶谦说走，大家一起来玩骑马打仗的时候，所有的儿童立刻出来说，哎，跟着你玩，跟着你玩，把陶谦当作领袖看待，孩子王嘛，所以才会说他有一点超级8+9。但是注意哦，为什么会叫做超级8+9呢？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只会说，哎，小孩听我这个大哥的话，他这个人个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刚，有一个很刚的人出现了哈。史书还有记录，谦性刚直，有大节，这个人个性很刚，史书自己说的哈。但是他志向很远大，所以后来逐渐的崛起，开始步入官场，一步一步慢慢的升官。在他还是小官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郡守叫做张盘，郡守的官一定比较大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当时陶谦的长辈就说，你应该要好好结交他，多结交一些前辈，对你官场的升迁是有好处的哈。结果陶谦表示，我讨厌这么做。有多讨厌呢？有一次张盘就邀请很多人，包含陶谦在内，就开始开宴会哈。当时这个喝着，张盘就表示说，哎呀，如果大家可以帮我跳舞助助兴，那有多好啊！结果其他人一听到说什么长官说要我们跳舞助兴，就怎么样，立刻就开始跳舞助兴了，很像那个尾牙哈，有没有？那个副总说，哎，大家现在如果有谁愿意来跳一下那个奖金哦，大家就立刻上去了嘛，对不对 ？OK。然后陶谦就坐在位置上面，就瞪着这个张盘看。他不要奖金吗？他就不要啊。因为个性很刚嘛。对，你叫我跳，我才不要呢。搞得当时是同伴觉得很尴尬，想说，哎呦，这个长官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哦，因为很不给面子嘛。OK， 就只好去跟陶谦讲说，你就一起跳啦，一起啦，勉强跳一下。陶谦大概是看在同伴这么说，就很勉强的站起来说，啊，你来跳吧，就是那种灵魂不在，开始跳一跳。OK， 张盘就说，大家跳就跳得开心一点啊，动作大一点啊，所以有人就开始就是边跳边旋转，就为了升迁嘛，什么东西都可以忍嘛，对不对？是。当大家都跳得很夸张的时候，就只有陶谦继续他那种就是一副死人脸这样。OK， 肉跳灵魂没有跳。对。OK， 当时张盘就很不开心，就问陶谦说：“不当转爷，就是你不转吗？”那陶谦怎么回答？不可转，转则胜人，就是说不要，因为转了丢人。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哈，这么有个性。对，所以张盘后来看到这个人，就觉得非常非常不愉快。OK， 他也是个小官，就敢跟地方大官这样硬刚啊。那他后来还有怎么硬刚呢？更猛。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案例，就是东汉的西边其实常常会发生很多军事的冲突。是，后来东汉朝廷有任命张温当作主帅，去征伐当时已经叛变的韩遂或是边章这些势力。董卓当时就是在张温底下服役，是，而且还大迟到，所以导致那个孙坚很不爽，说你应该把这个董卓给砍了。然后张温想说你神经病啊，脾气不要这么冲。张温这个人就是有点和少，个性比较软弱哈。当时也有一个人也参战，这个人就是陶谦。OK， 然后陶谦就表示说没看过这么软烂的长官，表示说张温这个人啊，我瞧不起他了哈，当个主帅也没有个主帅的样子，一点都不刚硬。张温也可以感受到陶谦并不怎么喜欢他。哎，要注意哦，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地方大官，人家是东汉朝廷任命的主帅。是啊，他是大将军。对啊，你身为一个部将，你竟然敢给主帅难看，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主帅啊，我告诉你，他就是训啊，就这种态度。不过幸好张温这个人，就是刚刚有说嘛，和事佬嘛，对不对？所以一路上就忍着，等到这次军事行动都已经结束了哦，大家就开始归还了嘛，对不对？归还的过程当中就办个庆功宴，庆功宴上张温主动就拿起酒杯，就跟陶谦讲说：“哎呀，今天都是有大家一份辛苦的功劳哈，我敬你。”该不会他又不喝了吧？没错，陶谦不止不喝，史书是描写谦重辱温，就是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张温难看。至于是怎么个难看法，并没有多详细。总之，张温这次也被惹毛，就是哇塞，我当众敬你酒，我这么高官的人，已经对你这个人这么委曲求全了，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你还要反过来堵我？所以连张温都已经气到不行了。幸好是有旁人就讲说，陶公主本以才略见重于公，一朝以醉饮过失，
不蒙容带，远弃不毛，厚德不忠，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这个样子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这个时候如果开始针对他，外面的人不知道你们的详情反而会觉得说你身为长官怎么这么没有度量所以忍耐下来你如果真的有才能的话，陶谦这个人也不是无理取闹的家伙，他自然是会敬重你的。是张文后来就把这口气给忍了下来。事实证明这个提议的人真的很有智慧，因为渐渐的陶谦也觉得说张温这个长官其实还是有他的优点的所以后来两个人关系有所缓和。从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陶谦这个人个性非常非常的硬。那他不只是个性硬而已，史书后来还有记载，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及黄巾破走之。就是陶谦后来到底是如何跟徐州扯上关系呢？就是发生很著名的黄巾之乱，当时陶谦就被任命成为徐州刺史，去平定当地的叛乱。有没有平定成功呢？有，因为后来有写破走之，所以这个人其实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的。在《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当中通常会把陶谦给描绘成一个忠厚长者的样子，就是说年纪大啦，个性也比较温和啦。对啊，遇到年轻气盛的曹操就会有一种我招架不住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武德，不尊重老人家呢？对不对？告诉你，如果是历史事实的话，其实是陶谦这个人他超级刚硬。如果曹操敢对他怎么样的话，依照历史的陶谦，他真正的作为是：你敢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回去。这才是真正历史上的陶谦。说回来，那陶谦到底是怎么跟曹操结仇的？电视剧是有演到曹操的爸爸后来在徐州被杀害，所以曹操很不爽陶谦。但其实早在之前，陶谦跟曹操就已经有军事上的冲突了。为什么呢？这之后要说到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叫做袁绍跟袁术。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嘛，董卓当初杀害了袁家的领导人，所以后来就在想说，那旧的领导人过世了，谁来接班新的领导人呢？结果袁绍、袁术这一对难兄难弟就开始争夺袁家领导人的地位。那袁绍会说：“我是哥哥，那当然是我来接班。”结果袁术就说：“你妈只是一个地位卑贱的家伙，为什么是你啊？我妈的身份比较高贵应该是找我才对啊！”这两个人就从亲戚关系突然变成仇敌关系，仇敌见面分外眼红，就开始拉拢各派势力。当时袁术找的盟友是陶谦，而袁绍找的盟友是曹操。所以其实曹操跟陶谦就因为二袁之间的对立有发生了一些冲突。《三国志》是这么记载的：袁术与绍有隙，后来又提到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因为他跟袁术是联合在一起的嘛，他要去压迫袁绍。太祖这边指的就是曹操，与绍会集皆破之，就是曹操后来就跟袁绍一起合兵，击破了陶谦。所以其实双方本来关系就没有很好的，而且陶谦还是曹操的手下败将对，因为后来还有写是在初平4年的时候，太祖征陶谦，下10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就是这个年轻人太厉害了我不敢面对他。对，好，被攻破10几座城市了，那现在只能采取防守政策就在双方关系已经不是很友好的时候，因为天下大乱嘛，《后汉书》有记载，曹操父松避难郎爷，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立松财宝，罪袭杀之。这就是电视剧有演到的内容就是说曹操的老爸曹松想说天下大乱去避难一下，经过徐州的时候就被徐州当地的部队给杀了。这个时候曹操就想说，都是你陶谦的问题以前就看你不爽了，现在我老爸死在你那边。于是这次真的是带领绝大部分的主力去
攻打徐州。说到这边，你觉得曹操老爸的死应该怪陶谦吗？电视剧或是演义里面，当然就是完完全全是怪到他身上嘛，因为是你的手下，你管不好嘛。对，那我告诉你，多多少少你这个时候还可以说，哦，曹操是迁怒。因为你要算账，你应该去找小兵算账啊，是小兵才是动手的啊。陶谦其实是我原本想要对你爸很好的哈，我也不知道会搞成这个样子哈。是，但是在另外一个史料叫做《世语》，是有提到说，太祖令泰山太守应绍、宋嘉义兖州，哨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严捕。意思是说，前半段都一模一样。曹嵩经过了徐州，那其实当时曹操是有派兵要去接应的，谁知道派去接应的人还没会合之前，陶谦就秘密派遣数千部队去抓捕曹嵩。然后呢，宋家以为少营，就是一开始曹嵩还以为说，我儿子派过来部队来迎接我了，好，所以没有设防。迁兵至，先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就是这个时候陶谦的部队赶到了他们的所在地之后，先把曹操的弟弟给杀了。曹嵩看到当然就会害怕嘛，于是他就想要逃跑。当时他就想说从后门那边翻墙出去哈。当时他是说，我老婆这是小妾你先翻过去，我再接着翻过去。结果没想到曹嵩的小妾翻的时候，因为他太胖了，他就卡住了。曹嵩你赶快出去啊！然后还来不及出去之前，就被陶谦的兵追上，一家就登出人生昂赖了。这个出处是《世语》，它没有完全被收录在《三国志》的本文当中，是后来《三国志》的注解者裴松之有翻出这么一则史料。我个人觉得这则史料非常非常的生动活泼啊！是啊，这个感觉好像就是你在现场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裴松之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史料非常的精彩所以有把它列出来说，有这么一则材料但是还记得我们一再强调过，陈寿这个人就是治史严谨，就是我哪怕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问题，我都不想要把它列入在《三国志》当中。有可能陈寿觉得说，真的是陶谦干吗？因为这里面除了有提到曹嵩的老婆很胖之外，真正提到是说，是陶谦有意要挂掉曹操一家，故意的啊，对，而不是前面提到《后汉书》则是提到说是陶谦的士兵自作主张把曹嵩给杀掉，陶谦可能本人并不知情这个冲突点很大。我猜就是因为有这个冲突点，陈寿又无法证实哪一个史料绝对比较正确，于是就没有把它收在《三国志》当中。那至于大家相信哪个版本，那是凭你们自己的想法了哈。不过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其实世语它是站在魏的角度去写史嘛，对，所以我在猜有可能是他把这一段写的这么的详细，我是觉得他可能是在加深曹操对陶谦仇恨的这个仇恨值啊。你这样说也是蛮有道理，我猜这也可能是陈寿为什么没列进去，就是你这个史料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立场问题是啊，所以那个我把它列进去合适吗？既然不一定合适，那就不如不要列。不过我们故事说到这边电视剧它的演法就是把这些阿里阿扎的事情其实都简化了非常非常简单嘛。简单来讲，就是曹操的爸爸曹嵩经过了徐州，然后徐州的刺史陶谦，他原本是想要对曹操好，所以就派了自己的部下，但是这个部下没想到就把曹嵩给干掉了。其实电视剧有做出一个解释因为后面的章节会有演到，就是曹操的部下就有人说这是个好机会啊，恭喜你啊！而曹操当时脸色就很难看，说我爸死了，你是在恭喜我什么？曹操主要说，因为你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攻打陶谦啊。我们刚刚前面有一再提到过，徐州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富庶的，是，而且就在曹操当时大本营兖州的旁边。OK， 所以这么一块大肥肉在旁边，那你当然对于曹操来讲是很好下手的对象。可是如果无故去攻打的话，可能会被天下人指责说，你这个家伙报私仇阿爸对，那个什么滥杀无辜对。可是现在是我死老爸嘞出师有名，对，我不帮我老爸复仇，我还算什么呢？算宦官之后啦。阁下如果知趣，回家洗净了脖子等着。好的，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徐州跟曹操还有陶谦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史人驾到，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